比起种田的石勒，匈奴的皇帝，不，应该是全大汉人的皇帝刘渊，很早就来到了首都洛阳。他的地位很高，他的汉化程度很深，或者说他本来就是我晋的一个职业官僚。刘渊的人生起点也充满了封建迷信的色彩。刘渊的父亲是匈奴左部帅刘豹，母亲是呼延氏。魏国曹奂嘉平年间，有一天呢，呼延氏去龙门烧香求子，果然有一条头顶长着犄角的鱼蹦了出来，直勾勾地看着呼延氏，好久之后才离开。到了晚上呢，这条鱼化成人形又来了，左手拿着一个光景非常的鸡蛋，给呼延氏说：“这是太阳精华，吃了保准你生儿子。”呼延氏醒来之后给刘豹讲了这个梦，刘豹也很激动，说：“以前我找人给我算过命，人家也说咱们家会旺3代，应该就是这小子了。”呼延氏怀孕也是怀神仙的节奏，13个月才生下刘渊。此外，为啥叫刘渊这个名字呢？那是因为他一降生，左手上就有渊字的纹路。这样的故事太过于光怪陆离了，魔法意味十足。不过接下来的故事就能够让我们管窥一下关系的作用了。刘渊7岁的时候，母亲去世，刘渊捶胸顿足，嚎啕大哭，哀动左右。宗族部落里大人们纷纷夸赞他有礼节。提示一下，此时的刘渊虽然是个孩子，但是对汉文化圈的丧葬礼节已经是高度认可，而且入戏很深。家里有人去世了，亲朋好友来凭吊，但是出现在刘渊家里来宾名单上的人物着实不简单。最重量级的就是王昶，是当时大晋朝廷副国级的干部，3公之一司空。朋友们可以想想了，自己家族里面的红白喜事会有哪个级别的干部前来慰问呢？到了他上学的时候呀，刘渊就非常熟悉汉人的这一套，毛诗、春秋、史记、汉书无一不通。学完文再学武，练到妙绝于众，履历过人。简言之呢，刘渊按照古典贵族的模式，文武兼修，迅速成长。在这插一句，一个匈奴人汉化之后，会按照自古以来的模式兼修文武，而我晋的各种2代贵族们，这时候只会裸奔嗑药清谈，孰优孰劣可以一目了然了吧。在老家的这段时间呢，刘渊结识了很多朋友，同样都是顶级勋贵，例如未来大晋的司徒陆尚书使王浑。长大一些之后呢，按照惯例，刘渊要去首都上学上班，事实上则是做洛阳的人质，执行汉魏晋以来控制胡人首领的一种手段，并且在洛阳见到了我大晋的文皇帝司马昭。做人质期间呢，一直跟刘渊家族关系亲密的太原王氏王继反复向武帝司马炎引荐刘渊，甚至推荐刘渊做东南战区和伐吴的总指挥。第7期里面被杨俊坑死的杨瑶，此时是武帝身边的贴身武官，面对王继居心叵测的推荐，赶紧劝谏阻止武帝司马炎，说出了那句著名的暴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的核心观点就一个，陛下您要是真的放手刘渊平吴，那么平吴之后，估计刘渊就会割据江南了。实在武帝司马炎听了之后一言不发，沉默良久。随后是更严重的秦梁之变，鲜卑首领突发叔姬能发起反抗晋王朝的战争。旷日持久的战争从太史6年开始，到咸宁5年结束，总共历时9年。这9年间，秦州刺史胡烈战死，安西将军石建不能克，氐、羌、匈奴联合组成的北地胡反晋，凉州刺史千红被袭杀，随后连续3任凉州刺史皆死于战事。西北局势是糜烂不堪。就在这时候，同样是山西人的李喜也替刘渊自告奋勇，愿意征伐5部匈奴去解决鲜卑人。但这一提议再次被孔熙、杨瑶紧急制止了，并再次贡献了名言，说如果刘元海能平定突发叔姬能，那谁能平定刘元海呢？要知道蛟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啊。正因为如此，司马炎选择再次冷藏刘渊。其实到这时候，我想大家都会明白，刘渊的才能和德行是被当时大晋朝廷一致认可的，而且似乎刘渊的人缘和风评也很不错。当时的官场似乎对他没有很大的敌意，只可惜他匈奴人的身份
每在关键时刻就被换下，由此一直在洛阳城里闷闷度日，蹉跎岁月。刘渊此时的心境是什么样呢？当他送别王弥的时候，对，就是那个30年后号称为飞豹，在山东地区横冲直撞，最终归附刘渊的那个王弥。在送别会上，刘渊内心极其伤感，流着泪对他说：“我本没有做官的心思，几个好友屡次举荐我，却反而更是被刻意冷藏。我的命运恐怕是在这儿虚度青春，最后老死在洛阳了。所以今天在此就跟您永别了。”实在，在座的人听闻这话，无不痛惜流泪。随后的很多年里，刘渊呢就亦步亦趋地按照大晋官场的规则，每隔几年调动一下位置。在父亲死之后，刘渊接替匈奴的左部帅，随后又任北部都尉。杨震扶正的时候，刘渊升任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成为匈奴五部名义上的话事人。但事实上，此时的大晋仍然对匈奴有着一言九鼎的威势。例如，匈奴部落里出了逃叛的案子，朝廷随即就免了刘渊的官。刘渊呢，只能闲赋在家。再后来又过了7、8年，八王之乱当中，发了疯的王爷们纷纷拉拢各方势力，刘渊被司马颖拉拢进了阵营，象征性的恢复了兼五部军事的职位，但人依然是被控制在司马颖手边。刘渊的出生时间不清楚，但是按照他母亲呼延氏在魏嘉平年间求子，并且呢，刘渊还曾经在洛阳里见过摄政的大将军司马昭来推断的话，八王之乱的时候，刘渊至少50岁了。一个50多岁的酋长豪帅被一个26、7的废物皇子控制在身边。对于刘渊来说，30年的光阴就这样在洛阳城里悄然消失了，一眨眼只剩下苍老的躯体和破碎的山河，虽然是大晋的山河。在讲述了刘渊光复大汉征程之前，咱们先来点理论分析。站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回望历史，不考虑当下，历史上只有一个大乱世，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但春秋战国虽然也是分裂的大乱世，可那毕竟还有周天子在，所以在名义上仍然是天下共主。但是到了我晋呢，就跟春秋战国大不相同了。16国中大多数的胡人领袖都自称为皇帝，而且宣称自己应天承运。此外，从刘渊建汉，继承蜀汉刘阿斗，以光复汉室为名号，再到赫连勃勃去掉自己的刘姓，改姓赫连，自称上承下禹，宣称要复兴夏业。这些胡人政权都打着非常堂皇的旗号，同时呢，也都抱着极其宏伟的目标。然而事实上，都只是局限在某一地区的地方政权。我们暂时不要嘲笑他们的可笑，应当深刻思考的，我国封建历史中一个绝对的观念就是，无论事实上如何分裂，所有分裂政权他们都共同的承认只有一个中华，一个皇帝才是天经地义的常态。而分裂割据无论多久多乱，却都只是暂时的非常时期的表现。所以也就会有汉人的东进北伐，以及胡人的如前秦、苻坚南下，并且苻坚作为一个胡人君主，还要怒斥偏居东南的汉人政权东晋是为开王化。事实上，他们确实都想一统中国。至于南梁、西凉、大成这些长久的割据政权，在他们割据期间，也从来没有一个政权敢于明确宣称分裂应该是永久且合理存在的。如果在中原大地上的政权都愿意承认分裂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会像欧洲一样，政体上大差不差，文化上似乎相同，彼此之间或和谐或局域，但整体上也算是平稳发展。但是中国人甚至是华夏的蛮夷们都没有这种分裂的观点。任何一个政权，哪怕是胡人政权，它的最高目标一定是尊王攘夷，一统江山。这才是16国攻伐不止，南北对峙300年，而最终走向浑圆一统的必然原因。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又跟春秋战国比较像，那就是五胡16国的征战也有一种争霸的意味在。好了，现在可以聊聊刘元海的复国之路了。自从八王之乱天下鼎沸以来，匈奴人里面一些头头脑脑就敏锐地意识到，当前一个时期是恢复匈奴荣光的窗口期，要好好把握。刘渊的爷爷辈刘轩等人宣称，当初匈奴跟大汉约为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今司马氏骨肉残杀，天下一片动荡，我们建立国家，复兴祖业，大概就在这时了。于是呢，
当刘渊还被扣留在司马颖身边的时候，匈奴本部里面的左贤王刘宣等人就一同商议，想要推举刘渊为大单于，为下一步匈奴举事做好准备。大家一致推选刘渊的理由就是左贤王刘元海的姿貌、风仪和才能超人绝世，上天倘若不是要光大单于，不就虚生这种伟人了吗？不过此时司马颖的智商还是在线的。当刘渊以回老家送葬的理由向司马颖请假的时候，司马颖拒绝了，刘渊就只好让5部的大小头领自行招募勇士，打出声援司马颖的旗号，静静等待事情变化。等到王浚率领匈奴人来势汹汹地扑向邺城的时候，刘渊在一通忽悠之下，终于得以解脱司马颖，回到了山西老家。细节可以看第12期。这时候匈奴5部的贵族好不容易等来了刘渊，随即给刘渊上了大单于的封号。仅仅过了20天，刘渊就汇集了5万兵马，驻扎在离石要塞。等到王浚大败司马颖的消息传回到匈奴，刘渊就气不打一处来，破口大骂道：司马颖真奴才也，给他说了要坚守邺城，捍卫根据地，结果这厮一败涂地的跑路了。骂归骂，刘渊还是准备出兵协助司马颖，毕竟有言在先，并且真的集结了右余路王刘景、左独路王刘延年等人的步骑兵2万人。就在这个时候，匈奴的贵族们不同意了，以刘宣为代表，大家劝止刘渊说：晋朝无道，奴隶欲我，现在司马氏自相残杀，这是上天要毁灭晋朝，将天下授予我们，夺回东汉呼韩邪单于拥有的土地疆域，重建匈奴国。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赶紧建国吧，大单于不要再犹豫了。刘渊则表示，大家说的都对，你们非常熟悉匈奴那一套，但是还是要加强学习一个，你们毕竟还是不了解中原政治。如果今天匈奴要起兵，应该效仿的是大禹王周文王，现在我们匈奴人可以一个打10个，摧垮晋朝，必将如同摧枯拉朽，要建立的也一定是汉高祖那样的功业，最不济也得是魏武帝曹操。所以我必须要做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